姐，你找我？衣服不错，谢谢。唯品会打折买的，肯定比你商场买的便宜。你下午跟我去拜访几个客户。哦，不行，我要立案。什么案？就是那个限期告前妻。就是那个蓉蓉告罗琦。嗯。哎，你知不知道罗琦是罗宾的姐姐呢？现在知道了。那还要告吗？不是我告，是我的当事人要告，我是律师。我亲爱的妹妹，那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做他的律师，接他的案子呢？那我已经接了呀。诚心跟我对着干是吧？为什么每次我不听你的话，你总是觉得我故意跟你对着干呢？那你为什么要不听我的话呢？那你也不是每次都听我的呀。你不听我的时候，我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觉得你跟我对着干呀。翅膀真是长硬了。出去。嗯。你是来为昨天的事情向我道歉的？我是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呀？我不应该未经你同意就把你踢出合作。那你现在要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纠正你自己的错误呢？哎，罗琦姐，哎，是啊，罗宾老师他不在啊？没关系，我不找他，我找兰兰。找兰兰？对，蓝红的妹妹，她告我了。啊？他告您？不好意思，我刚才打了个电话。你是想接案子想疯了吧？是不是没官司打呀？平时？我只是一个律师，我并不想打官司。如果您可以把财产退回来的话，我可以建议我的当事人撤诉。我劝你的当事人赶紧撤诉吧。如果搞不定的话，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影响他们夫妻间的感情。如果到时候再不巧打个离婚官司，那就活成笑话。我不介意多打一个离婚官司，我也不介意多接一个离婚的案件。其实，我的当事人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这样劝过他了。哎呀，兰兰，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大好。咱俩是一个律所的吧？根据利益冲突的原则，我既然代理了原告方，你就不能代理被告方。我没有代理，我只不过是作为罗琦姐姐的朋友，我这么说而已。作为朋友，你应该给你的罗琦姐姐尽到普法的义务。可是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丈夫给自己的前妻买房，这是违法的。这个案件已经很明显了，季玉给罗琦买房的购房款是季玉和我的当事人蓉蓉小姐他们夫妻共有财产，但是季玉并没有通过蓉蓉女士的同意赠与了罗琦女士购房款，侵犯了其合法妻子蓉蓉女士的财产权。法律规定，生父生母对孩子理应承担所有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以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可是法律并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前夫有给前妻买房的义务。那如果季玉先生认为这笔费用是孩子的抚养费呢？这是购房费，这不是抚养费。我也提醒你，这笔费用的性质它就是抚养费，只不过罗琦女士是拿这笔钱去购了房产而已，这也是为了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啊，完全合法。一个父亲给孩子抚养费，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他老婆觉得有问题，应该问他老公啊。问得着我吗？可是你拿这笔钱去买房了，这就是购房费、抚养费。你知道罗琦告了季玉吗？是蓉蓉先告的罗琦姐。你知道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好，那现在我希望你能够去说服罗琦还钱。撤诉。一点默契都没有。可是如果罗琦姐不还钱，那么蓉蓉就一定会告她，哪怕是输也要弄得鸡犬不宁。如果蓉蓉她折磨罗琦姐，那么罗琦姐就一定会惩罚季玉，不让她见孩子，剥夺她的探望权，以惩罚季玉的方式间接惩罚蓉蓉。所以你认为关键点就是还钱？没错。但是我觉得罗琦姐她100%不会还钱。如果说她以前还有还钱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她一定会认为说有什么大事儿啊，非要这样告来告去。行，
你恶心我是吧？那我就恶心你老公。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只能让季玉去做工作？季玉他要是会做工作，也不至于让局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那你的建议呢？那就让他们打官司呗。他们既然喜欢打，那就让他们打呗。怎么了？这不是您一向的主张吗？怎么到了您家人身上？不，我一向的主张是能不打官司就不打。所以你现在去了解一下蓉蓉的成长历史，包括她的家庭背景，看看她有什么样的朋友，有谁对她有影响，包括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没有养过宠物。您是想要说服蓉蓉撤诉啊？总要有人先松口吧？那为什么不是罗琦姐先松口呢？你刚才说了，罗琦告季玉，那是因为蓉蓉先告了罗琦。那也是因为季玉他在没有经过蓉蓉同意的情况之下，就给了罗琦姐一大笔钱，让她去买房子。你也说了，想让罗琦还这笔钱是不可能的。所以您的意思是，在罗琦姐她不还钱的前提之下，还要让蓉蓉撤诉？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那怎么可能嘛？除非蓉蓉出车祸死了。我发现你这嘴也够毒的。我跟您学的。那你能不能跟我学点好呢？学什么呢？出去，按我说的办。好的。罗宾，我给你打电话说你忙，现在蓉蓉要告罗琦，你站哪边啊？你这躲着我是心虚呢，还是没想好怎么面对我，怎么跟我说呀？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一辈子都是。所以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这案子啊，你别跟我说我不信。但就算我相信你是个大忙人，也就是说，你公司是个大公司，对吧？你有很多的律师啊，这你不可能知道每个律师都在忙什么，尤其是这种案子又是小案子。又或者啊，你有你的原则，对吧？别的律师在做什么啊，是什么进度你也不知道，也不好问，这我理解，我明白。但是你也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听听我心里在说什么。罗琦于我而言呢，她不是别人，她是我的前妻，是我孩子的母亲。我以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没让她幸福过，所以我内心很愧疚。所以这次她跟我借钱的时候，我想都没想，我把能给她的钱我全都给她了，就是作为一种补偿。我没有办法看着他们娘俩过这种日子。蓉蓉跟我说了，她说这笔钱呢，是她留给自己跟肚子里的孩子的。我什么都没想。他想住最好的产房，我不能让他们娘俩就这么过。想找最好的医生，你一定把钱给我要回来，要回来才行。你说现在罗琦上哪儿还这钱？就算他有钱，他也还不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我怎么就混成现在这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以前大家都说我是暖男，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喜欢我。就算是我后来离了婚，也很多阿姨也愿意把他们的女儿说嫁给我，因为我善良。但我怎么现在就被别人说成渣了呢？我哪里渣？哪儿渣？你告诉我。